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金井一章所著的《每天4分钟轻松 HIT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每天只需4分钟，教您世界上效率最高、性价比最强的运动法。第二部分，每天4分钟的运动，能大幅减少全身炎症。第三部分，即使讨厌运动也没问题，解读轻松 HIT 这种最强的运动方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每天只需4分钟，教您世界上效率最高、性价比最强的运动法开始。大家都知道，运动对于健康生活至关重要，健康生活离不开运动，这个道理显而易见，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反驳。然而，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进行足够的运动呢？最大原因在于时间的缺乏。我们每个人都忙于工作，很难抽出大块时间来做运动。此外，有些人天生就不喜欢运动。尽管我们知道运动对身体有益，但时间和兴趣的限制让我们难以坚持。因此，这次我要向那些缺乏时间或者不喜欢运动的朋友们，推荐一种世界上最强的运动方法。这种方法不仅极高效，而且性价比超高。坚持这种运动方法，您的生活一定会大大改善。这种运动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 HIT 高强度间歇训练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种训练方法只需4分钟即可完成，而且同时兼具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的效果，帮助您快速减肥。这种训练非常适合那些时间不多或者不喜欢运动的人。在这4分钟的 HIT 训练中，每次运动20秒，休息10秒，循环8次，只需每周在家进行2至3次，每次4分钟，就能获得燃脂、增肌、提升耐力、改善血糖血压、抗衰老、减少炎症的效果。此外，它还能有效预防多种疾病，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健康和美容效果。也就是说，总共只需要4分钟的运动。大家觉得仅仅4分钟是不是很有动力去尝试呢？然而，即使只是4分钟，传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 HIT 依然要求高强度运动，通常会逼近体力的极限。试过的人都知道，这种训练方式相当辛苦，导致不少人难以坚持。对老年人来说，负担可能也过大。为此，金井先生提出了基于 HIT 的轻松版 HIT， 一种适合高龄者的低强度训练。轻松版 HIT 虽然降低了强度，但并不因此失去效果。研究表明，即便强度不高，这种轻松版 HIT 也能带来类似的多种益处。比如，轻松版 HIT 可以同时享受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的好处，相当于在4分钟内完成耗时的跑步和高强度的力量训练。这种训练不仅有助于减肥，还有科学证据表明，它能改善心肺功能，提升肌肉力量，促进细胞再生，预防癌症及改善生活习惯病，有助于提升脑功能等。对于老龄化日益加剧的日本，轻松版 HIT 成为一种低负荷却能获得最大效果的重要运动。此外，轻松版 HIT 对那些觉得传统 HIT 过于困难的人，对运动有排斥心理的人，忙碌无暇运动的人，或想快速见效的人来说，也是一种理想的选择。可以说，轻松版 HIT 是高性价比且对健康极为有益的运动。接下来，我将基于证据深入探讨轻松版 HIT 的3大优势：1. 相比其他运动更易坚持；2. 性价比极高；3. 身体体质改善明显，效果显著。首先，轻松版 HIT 的显著优势在于更易坚持。再好的训练方法，如果无法持续下去，也是毫无意义的。2016年，一项巴西调查显示，开始1年后坚持力量训练的人仅占 4%， 即 96% 的人中途放弃。此外，追踪了5242名健身房会员10年的研究也发现，3年后仍在健身房坚持的人只占 33%。相比之下 ，HIT 的离开率明显较低。研究表明，对于习惯久坐的人 ，HIT 的离开率只有 17.6%， 而一般运动方案的离开率则达到 30%至 50%。在金井先生的诊所中，
轻松版 HIIT 的持续率高达80%，大部分人都能坚持下来。这可能是因为 HIIT 能带来乐趣和满足感，尽管辛苦，但能让人获得成就感，进而提升自我肯定。而且 HIIT 在开始后1周内便可在体温、体脂、腰围等方面看到变化。这种快速反馈让人更有动力去继续坚持。若在1周内感觉体脂下降，腰围逐渐减小，会更有动力继续下去。最终，运动只有在持续进行并保持一定的耐心时，才能看到效果。一天跑50公里或一次做1000次仰卧起坐，都不会带来明显的改变。重要的是，持续规律地进行运动，而不是一次大量的做完。其实这不仅仅适用于运动，持续性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力量。因此，能够让人轻松坚持的缓和型高强度间歇训练，以下简称缓和 HIIT， 显得尤为重要。那么，关于缓和 HIIT 相较其他运动更易坚持这一点的优势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缓和 HIIT 的第2个优势：性价比极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每天只需4分钟，每周2到3次，就能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。研究表明，像 HIIT 这种强度较大的1分钟运动，其效果可媲美45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。相比每天坚持45分钟的步行，坚持每天1分钟的 HIIT 显然要容易许多。此外， HIIT 还能同时带来有氧和无氧运动的双重效果。有氧运动如步行和跑步能提高耐力，而无氧运动如力量训练和短跑则能增强肌肉和爆发力。过去，人们被建议要平衡有氧和无氧运动，以达到燃烧脂肪、保持健康和年轻的目的。但对于许多忙碌或缺乏动力的人来说，同时进行这2种运动并不容易。在这里，缓和 HIIT 登场了。这种程度的运动既是摄氧的有氧运动，又具备高强度的无氧运动效果，可以在同一次运动中实现双重效果。正因如此， HIIT 被称为性价比最高的运动。而且，跑步需要换上跑步服和鞋子，外出跑步时还得考虑天气等因素。进行力量训练则需要去健身房。然而， HIIT 可以随时在家中进行，不需要器械、换装或去健身房，也不受天气影响。高门间的运动往往会让我们望而却步，因此要尽量降低运动的难度，以便更轻松地持续下去。在这方面， HIIT 无需换装，只要在家中就可以随时进行，大大降低了运动的门槛，因此也更容易坚持下去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第3个优势：改变体质，显著减肥，并实现逆龄效果。HIIT 能够作用于体内细胞，帮助构建更易减肥的体质。短时间内进行高强度运动后，人体摄氧量最大摄氧量会增加，随着最大摄氧量的提高，能量生成效率也会提升，耐力提高，身体不易疲劳。对于那些总是感到疲惫的人来说，定期进行 HIIT 能够有效改善易疲劳的体质。此外， HIIT 还会提高基础代谢，并显著改善肌肉中的线粒体功能，从内而外的改变体质，帮助打造不易疲惫、易瘦的健康体魄。然后您可以从细胞层面开始让身体重生，因为从细胞开始的年轻化对抗衰老效果显著。因此，我认为您可以将轻度 HIIT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习惯，纳入日常生活中，以对抗衰老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每天4分钟的训练可以大幅减少体内的炎症。近年来，医学界非常关注一个话题，那就是慢性炎症。炎症是我们身体天生的防御反应，像是受伤、烧伤或感染时，皮肤变红、肿胀、发热，这些是人体正常的反应。然而，近年来发现，慢性炎症，一种没有明显的疼痛或发热的炎症，却在悄无声息地伤害我们的血管和肾脏细胞，成为各种疾病的根源。慢性炎症已被发现是许多疾病的幕后黑手。那么，为什么慢性炎症会发生呢？有多个原因，比如衰老、压力、睡眠不足等。此外，肥胖也被认为会引发慢性炎症。过度的食物摄入或缺乏运动，
导致过量的能量转化为脂肪，堆积在脂肪细胞中。当脂肪细胞过多时，免疫细胞会因感觉到异常而聚集，导致炎症反应。而内脏脂肪被视为体内的异物，免疫细胞会攻击它，从而引发炎症。这种炎症会波及到身体的多个器官，导致代谢综合症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癌症、抑郁症等多种疾病。因此，慢性炎症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。尽管如此，目前没有专门的药物可以治疗慢性炎症，去医院治疗慢性炎症并不现实。然而，突然间，救世主运动出现了。如您所料，运动是缓解慢性炎症的关键。研究表明，运动时肌肉会分泌一种名为肌肉因子的生理活性物质。例如，运动时肌肉会分泌一种叫做白介素6的肌肉因子，这可以有效抑制炎症反应。因此，运动能够通过分泌这些肌肉因子来消除体内的炎症。适度的运动是对抗炎症的最佳方法。然而，过度强烈且持续时间过长的运动，反而会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，加剧炎症反应。所以，适当强度且时间较短的 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非常有效，因为它能在短时间内通过高强度的运动达到炎症缓解的效果。此外，运动还被证明可以显著改善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脂血症等生活方式疾病，甚至在癌症的改善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。通过这些研究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运动是预防和改善各种疾病的强大武器。尽管我们尚未完全了解运动在预防生活方式病和癌症中的作用机制，但现在普遍的共识是，衰老、肥胖、压力等因素引发的慢性炎症与这些疾病有着密切关系。为了支持这一观点，研究发现，100岁以上的长寿者体内的炎症较少。我们调查了长寿者的特点，发现长寿者的共同点是体内的炎症水平很低。经过研究发现，这些长寿的超级高龄者与普通高龄者相比，体内的炎症水平明显较低。此外，体内出现不适的人的炎症水平较高。如果您现在感到身体不适或总是容易疲劳，可能这些不适和体内的炎症是直接相关的。我们应当记住，这些不明原因的不适症状与炎症密切相关。因此，若能通过运动来抑制体内的炎症，就能改善这些不明原因的体调不适。另外，运动还能预防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脂血症等生活习惯病，并可能有助于癌症的预防。因为运动时，肌肉会分泌一种物质来抑制炎症，从而减少体内炎症。此外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也与脑部慢性炎症有关，因此运动可能有助于消除精神疾病。事实上，运动对我们的精神健康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。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。例如，运动能提高脑部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，有助于改善认知功能，缓解老年痴呆症。此外，运动产生的物质伊利辛也有抗抑郁的可能性。虽然我们不需要再用研究数据一一证明，但运动带来的好处，像是让人心情愉快、保持积极，已经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事实。如果您没有运动习惯，不妨试试看，亲自体验您的精神状态如何焕然一新。运动不仅能保持心理健康，还能改善美容效果。规律运动的女性通常会感觉皮肤更加光滑。研究发现，运动会促使肌肉分泌一种名为肌肉激素的物质，这种物质能通过血液运输到皮肤，抑制引起皮肤色斑的黑色素生成。肌肉激素还可能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，从而帮助维持皮肤的弹性，预防皱纹。因此，定期运动的女性皮肤好是理所当然的。这并非女性的专利，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开始关注皮肤的光泽。皮肤的光泽是决定外貌年轻感的重要因素，所以通过运动来改善皮肤状况是非常有益的。此外，运动还能够增加线粒体的数量，促进细胞的年轻化，并提高身体的耐疲劳能力。线粒体是细胞内的小器官，负责吸收氧气并合成我们活动所需的能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线粒体数量减少，
功能变弱，导致能量生成减少，人就容易感到疲劳。然而，通过改善线粒体的质量和数量，能够让全身焕发年轻，代谢加快，身体变得不容易疲劳。研究表明，通过高强度间歇训练，在短短1至2周的时间内，参与者的线粒体数量明显增加。在对比高强度间歇训练组、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组以及单独力量训练组后，发现高强度间歇训练组的线粒体增量最为显著，尤其是在老年组中。这表明，即使是年老的人，通过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能增加线粒体数量，减少疲劳感。许多人会感觉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身体更加容易疲劳，但不管年龄多大，都不能以此为借口放任这种疲劳。通过增加线粒体，我们可以在任何年龄段获得不易疲劳的身体。看到这一研究结果，我深刻意识到，保持少疲劳的体质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。大家可能都在想，到了老年后，希望能慢慢的做自己喜欢的活动，或者沉浸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中，甚至去旅行等。这些都是很多人对老年生活的想象。然而，是否能够充分享受这些活动，取决于您是否容易感到疲劳。这对您能否享受这些活动有着极大的影响。例如，如果您希望在老年时去观光、泡温泉、和孙子们玩耍等，这些活动会受到您的身体容易疲劳程度的影响。如果身体容易疲劳，您可能会觉得这些活动麻烦而不愿意去做，进而可能无法实现您对老年生活的愿望。而且这不仅仅是老年的问题，身体是否容易疲劳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影响。如果您的身体容易疲劳，即使下班后，您也可能无法充分利用那段时间。您可能无法去健身房，也没法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欢的爱好中，而是只能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，根本没有精力做其他事情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拥有不容易疲劳的身体真的是非常重要的。因此，我们应该通过改善线粒体的质量和数量，来打造一个不容易疲劳的身体。这样，我们就能更加轻松地享受生活，无论是日常活动还是老年生活，都能更加充实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我将介绍一种适合运动不爱好者的低强度、高效的 HIIT 运动方法。首先，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温和 HIIT 与传统 HIIT 之间的区别。传统的 HIIT 包括高强度的运动，并通过间歇性休息来进行循环，而运动的强度通常是根据最大心率来设定的。最大心率的计算公式是220减去年龄。例如，60岁的人最大心率为160，40岁的人最大心率为180。传统 HIIT 的强度通常要求达到最大心率的80%至90%。这种强度的运动适合有较好体能基础的人进行。然而，最新的研究表明，使用较低强度的运动也能取得类似的效果。因此，在本书中推荐的温和 HIIT 方法，仅需要进行最大心率的60%至70%的运动强度。这意味着，即使是体力较弱或没有运动习惯的人，只要进行一些适度的运动，每天坚持一下，就能收获显著的效果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一些适合初学者的运动方式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可以从一些简单的动作开始，逐渐增加运动强度。比如，深蹲是最经典的力量训练之一，它可以快速增加肌肉力量。运动方法非常简单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脚尖与膝盖朝同一方向，蹲到大腿平行于地面再站起来。除了深蹲，还可以进行仰卧起坐来锻炼腹部上方的肌肉。躺下，膝盖弯曲，抬起上身，朝着肚脐方向做动作即可。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训练，可以加入到温和 HIIT 的20秒运动中。此外，像山地攀爬者这种动作也可以加入到 HIIT 中，它可以有效锻炼核心肌群。动作是从俯卧撑的姿势开始，用双腿交替向胸部靠拢。最后，跳跃式的运动也非常有效，比如开合跳可以快速提升心率，增加有氧运动的效果。站立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
跳跃时双腿分开，同时双手从前面举过头顶，再跳回原位。通过这些简单的动作，您就能开始进行 HIIT 训练。最基本的动作组合包括20秒深蹲加10秒休息，20秒仰卧起坐加10秒休息，20秒山地攀爬者加10秒休息，20秒开合跳加10秒休息。重复2组后，您就完成了一个4分钟的 HIIT 训练。这种简单的训练方法非常适合没有 HIIT 训练经验的人，逐步适应后可以逐渐提高强度。通过这样逐步的训练，您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体能，享受更充实、更有活力的生活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